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白宫记者会上遭记者连环追问。I wanted to follow up on TikTok. Obviously, you've expressed again toda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with the app. Why then did the president agree to appear in TikTok videos as recently as, I think, St. Patrick's Day? Again, we have not changed our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about the app. It's not it's not for use on government devices, and I don't have anything more for you on that.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美国政府2月27号下令禁止美国官员在政府设备上下载 TikTok， 并限30天内将原已下载的 TikTok 删除之后，加拿大、英国、新西兰和部分欧盟国家也紧随其后。当加拿大政府以该程序对隐私和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为由，宣布自2月28号起禁止在政府部门使用的移动设备上使用 TikTok。此外，这些设备的使用者也不得下载该应用程序。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也先后宣布，出于安全考虑，将禁止工作人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欧洲议会还强烈建议议员和雇员从他们的个人设备中删除 TikTok。目前 TikTok 在全球拥有超过10亿用户，在美国的月活跃用户已从2020年的1亿增至现在的1.5亿人。这意味着3.3亿美国人中的近一半人经常使用这一应用程序。同时，美国也是 TikTok 用户最多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 ，TikTok 上还有500万个美国企业用户，其中包括无数中小企业。因此，在美国 ，TikTok 不仅是分享快乐的娱乐平台，更是推广业务、创造收益的平台。据美国《世界日报》网站20号报道，自传出美国可能禁用 TikTok 后，就引发美国用户忧虑，创作人尤其如此，唯恐失去 TikTok， 自己也就失去了工作及社群。TikTok 被美国针对由来已久。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营，但在针对该措施的一系列法庭诉讼中败诉。拜登政府上台后，于2021年6月撤销这一系列行政命令，并命令美商部对相关应用程序带来的安全问题进行审查。据路透社报道 ，TikTok 去年6月已完成将美国用户的数据信息迁移到甲骨文公司的服务器，从而解决了美国监管机构对数据完整性的担忧。然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布兰登·卡尔去年11月仍建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采取行动，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营。对于 TikTok 未来如何在美西方国家继续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柯静对深圳卫视表示，在美国目前的政治氛围下 ，TikTok 所面临的挑战是相当大的，应做好充分和长期的准备，因为华为在此前已有过先例。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它其实树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先例是什么呢？就是在当前我们知道这个互联网经济，它其实是一定会涉及到个人数据啊等等，包括用户隐私等等相关这样的一种担忧。但是你应该通过相关的技术手段，你应该遵从相关的法律程序来缓解这样的担忧，而不是这样的一种巧取豪夺的方式，就是禁止相关的公司在美国运营。那如果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形成一种风气的话，我觉得对于其他的公司而言的话，这个其实会树立一个很不好的先例，也是妨害美国自身所谓的自诩的这样的投资啊，包括这个贸易自由的这样的一种形象。事实上，东盟国家对于南海局势因域外国家介入再起风浪也颇有微词。本月初，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访菲时表示，理解马克思的关切，但由于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我们应采取在东盟进行多边层次解决的立场，以便我们有一个全面的措施，提出对该问题的友好解决办法。印度尼西亚方面也指出，希望加强与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谈判，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本月8号至10号，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38次联合工作组会在印尼举行。会上，中国和东盟国家继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案文磋商，并就落实宣言、海上务实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各方还商定了今年工作计划，年内将举办多轮落实宣言高官会和联合工作组会，推动准则磋商取得更大进展。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日在接受央视专访时，也提到了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重要意义。根据新加坡总理府发布的专访实录，李显龙在谈到中国东盟关系时表示，中国和东盟之间不仅仅是经济联系，还涉及政治和安全议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的进展越大，就越容易在经济合作方面取得更长足的发展。李显龙指出，如果我们能在南海问题上取得更多进展，尊重双方和所有国家的利益，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我认为各方的经济合作也会更加紧密。